中国对台湾的步步进逼，现在的军演还有贸易战、法律战，其实出招不断。虽然今天只有财政部门，我现在要问一下院长，这几天看到这个演习，当然现在的侵扰已经是每一天都发生了。那我最关心的是我们金融上面相关的应对，也就是在乌克兰战争最大的问题是，他先做了一些金融上面的破坏。但是还好，人家有做准备。我想问的是，今年3月的时候，我们金融研训院说要加强兵推，然后部长在3月份的回答是去年有做过。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金融兵推做好准备了没有，院长？好，谢谢委员。这真的是一个不平静的时代了哈。是。从乌俄战争到中东的冲突。那么中国又肆意的、随时的在台湾的周遭进行任何大大小小的这个状况，这个已经不奇怪了。现在是未来可能的，就是金融上面的破坏，尤其是他在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前，就做了一些金融体系的恐吓，甚至发动假的讯息说，给所有的乌克兰的手机说 ATM 领不到钱了。这件事情会不会在台湾发生？我们做好准备没有？就拿昨天的例子，昨天早上总统一早召开了国安高层会议，是听取各方报告之后做了重要的指示。随后行政院也希望回来之后通令各部会，我们希望在这个股汇市、经济、民生还有治安方面，尤其治安可能就跟委员所说的，我们希望台湾的所有的跟民生相关的或者重要基础设施。任何的治安的保全都要非常的尽到状况。院长，我只关心今天只要回答我，金融兵推去年10月、12月有做，今年做了没？做好准备了没？还是你们已经有相关的答案，非常稳，非常已经有把握，不需要再做了？我觉得任何的状况我们都随时要更新。去年所做的金融兵推，很抱歉我并没有参与。好，那今年我们这几个月下来，除了随时的所以今年一整年可能还没有做，部长是吗？跟今年都没有做吗？相关的一个兵推是一个整体性的，那就是有财政部也有金管会的金管会还有央行等等。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我们日常经常性的一个业务。没错。是。所以院长，其实我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事情，因为现在有点像狼来了，每天演习演到最后，大家心理上面就没有戒心了。第二个，他如果真的要发动动作的时候，比如说他真的发个假简讯告诉大家说 ATM 领不到钱。台湾人可能有人会相信啊，那这个部分其实政府要增强人民的信心，而且要有建立正确的管道。这个部分的金融兵推，我觉得现在要做，而且平常就要教育我们的民众。从现在开始，可能金融上面的第一关是每个民众都非常在意的。你看乌克兰发生战争第一件事情，大家就是干嘛？领钱，然后逃难，这2件事情会是第一优先。所以这个部分。金融兵推去年做过，今年可能还没有完成。那院长上任，我希望是不是变成常态性的？第二个，是不是有具体的兵推之后的检讨跟相关的精进的作业？甚至我希望开始要增加人民的信心。好，跟委员报告，这个包括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民生卫生系统、通讯系统以及金融系统。是。交通系统，这个都是在我们全社会韧性防卫当中，我们都会把它当作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处理。我同意啊，因为我在财政委员会啊，所以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3大龙头，我们自己能不能先稳健？第二个，一战争就要增加军费，人民要缴更多的税。第三个，我们的钱够不够？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这些军费？这才是我们关心的，好吗？那委员说，这个最近以来，这种军舰、军机。各种的演习很多，状况很多，来的时候我们不慌不乱，没有的时候我们也做好所有的准备，也不会任何的放松。院长，我希望金融兵推在你上任之后，我可以看到第一次的金融兵推，好吗？好，我们来尽快在短期内，在年底之前，至少把我们就这些问题，这3个单位，我们是不是金融方面的先做好兵推？好，我会跟部长跟总裁，我们来怎么样让国人安心？表达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个谢谢委员的提醒。好，那总裁跟主委先请回，我请部长留下哈。我每次院长我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啊，财政收支划分法
从您上任第一次的总咨询，还有部长，我们在财政委员会其实讲的非常多次。那现在国民党团他们也提出他们的修正版本，将要靠拢民众党版本，好，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提的这个修正案。那目前为止，我想只问你一句话：行政院要不要修？修还是不修？你们要不要提出自己的版本？2点跟委员报告。第一，我们认为现在的版本据执行是行政院最有把握的。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嘛，已经是最佳的共识了。对。就25年来，现在是最好的状况。我们认为现在的版本来执行是我们最有把握的，而且我们会持续对地方政府做更多的补助。所以第二点呢？所以院长，你认为只要按照大有为的政府来决定就好，所以不需要入法，不需要制度化，就是按照你们现在的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不是大有为的政府。之前陈水扁、蔡英文跟赖清德所说财划法要修正，他们是捣蛋鬼喽？不是，这个时代的不同，时间的不同，我们各有不同的考量。时间的不同，我们只是希望把你讲的最好的办法入法而已。你现在所说的最好的办法，我们希望它制度化、明确化，而不是单纯的按照行政院自己的意志，而地方政府没有参与的机会。我刚刚只说了1点，或者第2点就是现在立法院的气氛正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希望最近要展开朝野协商，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可以来进行朝野协商重要的一部分。那这个至于内容，我想部长非常努力在沟通、在收集、在了解各方的意见。没错，院长，我们就是要告诉你，我们真的很希望，这是民众党的版本，我们很清楚的把垂直分配的金额跟数量都写出来。所以，民众党的原则很简单，第一个，我们大概增加的是2700亿的垂直分配，对地方只会多不会少，但是也不能影响到中央运作。所以2700亿是我们觉得合理，而的确，你们每一年大概也都剩下2000多亿的随机剩余。第二个部分是，只要增加了，在水平分配的部分，原则上不会任何县市都不会比现在少，有其他政党的版本可能会有产生不同的落差，但是民众党希望在这个原则之下，这2个其实很好修。第3个，我请部长答复，但是我只请问一句，这样的水平分配会不会强者越强，弱者更弱？所以我们要设立的是叫做统筹分配税款分配委员会，委员会的部分就会让财政部跟地方政府有相关讨论的过程，而且让财政部保留他们可以调节所谓的一般性补助款，调节他们的统筹分配税款。所以民众党版本没有定见。但是要讨论。是，那最重要的是，院长，我们在上个会期在财政委员会做了一个很好的决议，希望你们提出自己的版本。我现在只有简单的问，行政院是不打算提版本吗？还是要等党团协商？还是要破釜沉舟？还是要垂死挣扎？跟委员说明一下，非常赞成委员刚刚提到，第一个财政收支划分法这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的前提，第一个要兼顾地方财政需求。你讲的我都听过了，你只要告诉我们你们提不提版本 yes or no 就好了。来因应紧急的要不要提嘛？不提。我们也都在努力当中。那您提到的是垂直分配，那水平分配的部分，事实上它更重要，因为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分配。所以我们没有定见，我们希望听到你们的版本。然后有更大集约一个更大的一个共识，这都在努力当中。那就提版本。这个我们在努力当中。是我们在努力当中。好，院长。刚刚委员所提的审议委员会，这3个问题跟委员报告，行政院的版本在没有更好的之前，我们认为现在是最好的版本。现在是最好的。在进入法案审查之前，我们认为现在的版本我们来执行是最有把握的。所以你们还是不提。不能将来我希望我们还是透过很诚恳的朝野协商来达到大家共同共识。院长，我们在财政委员会，我想委员都非常善意，所以上个会期就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你们。我们没有说硬要怎么样，但是今年这个会期看起来，包括我们的招委会牌，我们的版本也在里面，我们也希望你们有版本，大家一起讨论。所以没有人要强渡关山，但是行政院不能假装没看见这件事情。假设在立法院通过，你们又要再来搞一次复议吗？还是要再来搞一次释宪呢？我们希望在
讨论的过程当中，不要再制造朝野的对立。我们要希望你们好好来讨论。朝野党团好好的协商，那行政院也能在适当的机会表达我们跟大院里面的共同的讨论。没错，所以拜托，如果部长可以的话，你说的水平分配，你们认为有争议的部分，就拿到立法院来讨论，好吗？好，先暂停，我们请金管会洪主委部长请回。洪主委请。委员好。好，这个主委上来就是院长，我们还是要强调，台湾现在的融资公司其实叫做化外之地。融资公司只要他有做公司登记，任何公司都可以借钱给别人，因为公司法就有规定，40%以内资本额他就可以借钱给别人。所以我们现在坊间的融资公司各种样态，大大小小，假买卖、真贷款，这种状况非常的严重。今年有起诉了2个士官兵泄密去抵债，为什么？因为他们去跟不法的或者是不知道哪里来的所谓的融资公司借钱，还不出来就干嘛？回去偷机密，这是很严重的。刚刚我们讲，我们的国家安全很重要，然后我们的士官兵竟然用泄密来抵债，这个融资公司已经不单单只是社会问题了，它可能还是国家安全问题。另外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主委我也跟你谈论过哈，我们台湾调查过的年轻世代的金融素养，低跟极低，竟然高达81%，也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理财，大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到合法的融资管道，然后甚至刚刚讲的，即使他已经是国军官兵了，他受的教育可能也不让他不知道去哪里借钱，去借到了不该借的钱。更严重的是，我们国军的军纪有一个规定，严禁国军向不法机构质押、直销或营内筹组互助会等情事。也就是说，国军不可以随便去乱借钱，也不可以去做一些直销，或者是说在里面搞钱的事情。但是，我想问的是，主委，请问，什么叫做不法机构？报告委员了。刚刚我讲，全台湾的公司只要是公司登记的就可以借钱，它是不是不法机构？是报告委员，其实有关融资租赁公司啊，在民国85年大家就开始讨论到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快30年，可见它的问题的复杂度，因为它牵涉到像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在银行法或是在法律上融资借款并不是特许的业务，是因为不是特许。一般公司只要有符合登记，它就可以做这个所谓的没错应收账款买卖之类的业务。院长，这就是我要今天提出来的，这个事情很严重，严重到说用放贷做掩护，然后要求收集个资，引发军人泄密，而且军人很容易借到钱。只要你说你是军人，每个公司都会借你钱，为什么？很稳定，一定会还，对不对？对，这也是我们金管会也观察到这个问题，也承蒙很多委员。你要跟国防部好好讨论一下。对。最重要的是，我今天的诉求还是很简单，我们要加强管理非金融机构的民间放贷行为，这才是今天问题的严重性。是。我们之前讲有3家影子银行，是三大租赁公司。报告一下，我们刚刚才跟这个3大这个所谓的租赁公司做完协商。我知道，但是那只有3大，现在小的更多。对，我们会逐步来处理。我想这次政府会这个非常直面这个问题。我想主委，我很清楚你，我清楚你的主张。院长，主委想做，你要不要支持他做？当然支持，我就非常支持彭珠在这个方面的努力。那我现在就讲提出的方法。在96年的时候，张俊雄院长的时候已经定了融资公司专法，而且当时就以金管会为管理机关。这件事情，我相信主委也非常认真。然后我们看到全世界国家里面，大部分都会成立专责机关，目前只有台湾没有。台湾是一个经济部要管几10万家公司的人在管，所谓的融资租赁公司，它等于没管。其实金管会有一些比较替代性的方案正在执行中。好，那我们所以未来希望更具体我希望定专法，这个专法同样的，民众党我们已经提了版本，我相信民进党团里面有非常多委员也很重视这件事。院长支持金管会把它纳管。我支持，首先必须纳管，再来可以考虑各种形式的专法，将来加强它的登记条件以及它的审核要严审。院长，可不可以在1个月之内给我一个初步的回应，把你刚刚所说的方向跟
接下去要纳管，我希望至少要纳管到几件事。第一个，设立的资格、资金的准备、从业人员的资格，还有信用管制跟放贷条件。最重要的是违约金的上限。报告委员刚刚说的都是金管会最近跟我说明的内容，我希望他这完整之后，我们向